麻生太郎对台湾问题表态嚣张啊！从日本的民意态度来看看，有多少人愿意把自己和麻生捆在一起？各位网友，大家好，我是刘小飞。日本那个副首相麻生太郎啊，就是前几天公开表示要干预台海，保卫台湾，话不多，分量可不轻啊。官方这边呢，麻生说完之后，中国外交部是火力全开，这个就不用多说了。那么美国方面表现是什么呢？美国显然是感到有点意外，并且努力的呢要把自己的观点跟麻生太郎的观点要分开，区分清楚，表示日本说什么是日本自己的事儿，跟我美国没有关系。美国呢还是坚持过去的政策，坚持联合公报，坚持不同意台独等等等等。然后日本政府呢，就是第二天，包括麻生本人啊，第二天说的话呢，也有点含糊了。原来不是说台湾问题如果解决了，会让这个日本处于危机状态吗？那后来又讲这个危机状态怎么定义呢？我们现在也说不清楚，等于把话又往回拉了一点点。但是即使是他把话往回拉了一点点呢，咱们这边的媒体已经是爆炸状态了。我看网上的中国媒体啊，对麻生和日本右翼的态度都属于是一种极度的愤怒，各种抨击啊。毕竟麻生太郎说了这么拉仇恨的话，不可能没有拉仇恨的效果。然后呢，我们要看一下，就是日本方面到底是什么态度。因为麻生太郎之所以敢说这句话，肯定是有国内背景的。包括日本东京大学一个教授也做了相关的分析，认为麻生的很多观点从国际法上，从日本的宪法上全都说不过去。那么说不过去，为什么他还敢说呢？那我们就看一看日本的民间都说了什么吧。日本那边呢，有些老百姓是被麻生吓着了，因为这句话有可能捅大娄子的。目前来看，中国态度还是把日本右翼跟日本其他力量分开对待啊。打击右翼的时候呢，并没有扩大打击面。比如说这次东京奥运会，中国公开表示是努力配合一起办好，日本的回应呢也是积极配合北京的冬奥会。至少在体育精神层面呢，就是没有因为右翼言论双方撕破脸。但是如果真的是整个日本政界民间都认同了麻生的言论，并且真的去干预了台湾问题，那中国对日本态度绝对不可能这么简单。毕竟害怕跟中国人打仗，比较有脑子的日本人还是有一些的。有些人就直接说了，说台湾不是一国，更不是联合国成员，日本的集体自卫权跟台湾毛关系都没有。这样的人呢，他是琢磨国际法的。还有人说了，美国、中国说不定私下早就商量好了，到时候能一起阴日本一道。与其指望美国，咱们不如自个儿搞核武器。这种日本人呢，是琢磨阴谋论的。还有人说，麻生这么折腾下去，日本早晚要战败，战败了把冲绳割让给中国，这事儿才算完。这是典型的失败论呢。还有内讧的，说真打起来的话，中国核武器报复日本的时候，希望能够集中打福冈。不知道这哥们跟福冈有什么仇？但是另一方面呢，就是在日本雅虎这种极右翼网站上，不知好歹的人貌似还是更多。比如一篇文章嘛，它是描述了一下中国外交部对麻生太郎的这个抗议，但这个文章下边有很多评论，日本右翼的这些评论里边被点赞最多的5条内容呢，我看了看，都是点赞量数万的，可能一天下来就是2、3万到6、7万都有。其中点赞最多的一条是中国怕输，不敢和美国打，所以日本不能无所作为，中国不能小看日本。这一条一天的点赞量就过了7万，然后那个踩的量只有1万。而第二条呢，就是台湾不是中国的一部分，这一点麻生说对了，说这个中国如果统一台湾就是侵略。这条点赞的量超过5万，踩的量只有4万。然后呢，有人说中国反对的正好是日本做的对的，这条点赞量排第3，那都是一天好几万，最少的一条嘛，一天也1万多辆。可见在日本社会里边，当年昭和的那个基因呢，还是没有去除干净。这个昭和呢，怎么解释呢？可以是年代，也可以是别的理解，大伙儿都清楚。看不清现实的人真是挺多的。关键是麻生太郎年轻的时候，作为一个屌丝，学习什么都不行，上课不行，考试不行，这么一个人能混到副首相的位置，一方面凭着他老爸是议会贵族院的成员，凭家庭关系嘛，周围全都是关系网嘛，他能够爬得比较高。另一方面，也是因为在日本右翼势力面前，他的表现一直让右翼势力觉得很对胃口，才有人烘托他。所以面对麻生也好，面对他的那些粉丝也好，中国应该做好2件事。一方面是日本国内脑袋里边清醒的那些人呢，
我们应该跟他们继续发展关系，该合作还得合作。毕竟不能说所有日本人都是右翼嘛。抗战的时候都有反战的日本人，八路军里边都有日本共产党党员。那么现在有一些反战的、能有清醒意识的日本人，还是可以团结的。另一方面呢，还是要充分展示一下解放军针对日本四岛及其离岛的打击能力。一定让日本的这些井底之蛙也好好看看，别以为动漫里边那些幻想就是真实的世界。好，关于麻生太郎那些狂妄言论的民意基础到底是怎么来的，中国应该怎么去辅正他们？今天呢，咱们就聊到这里，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栏目，我们下期再见。